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我们学习了蛋白质分离纯化的基本原则，以及根据分子量大小分离的层析技术，凝胶过滤层析。下面我们学习根据蛋白质电荷差异分离的层析技术，离子交换层析，英文名称为 L-exchange chromatography， 缩写符号为 IEC。前面我们学习蛋白质的等电点的概念时，我们了解到，当溶液的 pH 值大于蛋白质的等电点时，蛋白质带负电荷；当溶液的 pH 值小于蛋白质的等电点时，蛋白质带正电荷。不同的蛋白质在特定的 pH 条件下，可能存在所带电荷的差异。离子交换层析是以离子交换介质为固定项，根据蛋白质分子表面电荷的种类以及多少的差异进行分离的方法。在特定 pH 值低盐浓度条件下，蛋白质与离子交换介质结合，通过改变 pH 值或者增加洗脱液的盐浓度，将带有同种电荷但电荷数量存在不同的蛋白质分布实现洗脱而达到分离的目的。根据可交换的离子的性质，可将离子交换介质分为两大类：阳离子交换介质和阴离子交换介质。根据各种离子交换介质所带的酸性、碱性功能基团以及解离能力的差异，离子交换介质又可进一步分为强酸型、弱酸型、强碱型和弱碱型四种。下面我们主要以弱离子型的离子交换介质 CM 纤维素和 DAE 纤维素为例，说明离子交换层析分离蛋白质的基本原理。 CM 是指羧甲基， DAE 是指二乙基氨基乙基。两种离子交换介质均以纤维素作为惰性支持介质。离子交换介质经过预处理转化为离子型，通常阳离子交换基团转化为结合钠离子，阴离子交换基团转化为结合氯离子。对于羧甲基纤维素，在特定的 pH 值较低的盐离子浓度条件下上样，样品中带正电荷的蛋白质与离子交换介质的钠离子进行交换，并通过电荷相互作用结合于离子交换介质上，用3到5倍体积的上样缓冲液洗涤柱床，除去未结合的蛋白质，结合在柱床上的带正电荷存在差异的蛋白质，可以通过梯度增加离子强度或者改变 pH 值的方式进行洗脱。梯度增加盐离子强度的洗脱方式称为梯度洗脱。通过不断增加离子强度，结合到 CM 纤维素上的正电荷少的蛋白质先被洗脱下来，带正电荷多的蛋白质后被洗脱下来。改变 pH 值洗脱是通过改变洗脱液的 pH 值，进而影响到结合在柱床上蛋白质的电荷状态。当 pH 值大于或等于结合在 CM 纤维素上蛋白质的等电点时，结合的蛋白质即从 CM 纤维素柱床上洗脱下来。总体而言，梯度洗脱分离的效果比改变 pH 洗脱理想，而且可以使用梯度混合器，方便的制造离子梯度。DAE 纤维素分离蛋白质与 CM 纤维素有类似之处，只是结合在柱床上的蛋白质带负电荷。这是一张典型的离子交换层析的洗脱曲线，这是上样后未结合蛋白质的洗脱峰，后面是逐渐增加盐离子浓度、电荷数量存在差异的蛋白质的洗脱峰。离子交换层析具有在特定 pH 值和低离子强度条件下上样，交换介质对目标分子有负极，通过提高盐离子浓度或者改变洗脱 pH 值洗脱的基本操作规律。下面我们共同学习非常高效的一种蛋白质层析分离方法——亲和层析。
亲核层析是基于蛋白质与某些特定分子具有特异而可逆结合的特征建立的层析方法，其英文名称为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缩写符号为 AC。蛋白质特异结合的分子称之为配基。亲核层析的固定项为偶联有亲核配基的亲核层析介质。亲核层析依赖于某些蛋白质的特异性结合活性进行纯化，因此纯化具有高效性，是当前较为理想的纯化方法。最常用的亲核体系有酶与底物的类似物、酶与它的抑制剂、抗体与抗原、凝激素与多糖、糖蛋白等。下面我们看一下亲核层析的纯化过程。首先将配基共价偶联在水不溶的载体，如葡聚糖凝胶或琼脂糖凝胶上，从而获得亲核层析介质。在有利于配基和蛋白质结合的条件下，把预分离的蛋白质的混合液加到亲核柱中，与固定项配体能够亲核互作的蛋白质结合到层析柱上，而不被亲核结合的组分呢，则被洗涤除去，然后通过加入游离的配基，或者是改变 pH 值、离子强度等方式，将特异结合的蛋白质解离而洗脱下来。亲核层析具有高特异性，可实现低浓度目标分子的富集，具有纯化效率高等显著优势。但亲核层析介质的制备需要专业的技术，因此使用仅限于商业化的亲核层析介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及重组蛋白表达技术的成熟，使在重组蛋白质的末端添加可利用的亲核标签变得非常容易。因此，目前重组蛋白质纯化更多地利用了亲核层析。目前常用的亲核层析标签有组氨酸标签及 His 标签、GST 标签、MBP 标签。以上我们介绍了基于蛋白质分子量大小的差异、电荷差异以及特异性的差异分离蛋白质的几种方法。希望大家在有层析操作的训练之后，反复琢磨其内在的规律。差异是蛋白质分离的基础。鉴于不同蛋白质样品复杂程度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不同蛋白质的纯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但这里我要提示大家注意蛋白质疏水性差异为基础的疏水层析，以及利用蛋白质稳定性差异分离的手段。这些手段也具有高效性，同时有利于蛋白质纯化步骤之间的相互衔接。如疏水层析可以有效地作为盐烯分离之后的纯化方法。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蛋白质纯化的3种层析方法。蛋白质纯化的技术庞杂综合，纯化过程中往往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希望有兴趣的同学深入阅读相关的技术文献以及专业的记忆公司的产品技术资料。以上我们介绍了蛋白质纯化的一些基本技术，希望大家课后能够通过一些专业的技术资料以及我们的思考题深入理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